2024最新恐怖片《致命塔罗》，这是一副自带诅咒的塔罗牌，凡是用它占卜过的人都会被离奇咒死。故事还得从几个年轻男女说起。这天晚上，几人来到一间乡村别墅寻求刺激，结果带来的啤酒全都喝了个精光，也没有一丝上头的欲望。为了继续心中那个不醉不归的想法，几人便在别墅里四处翻找。郁闷的是，却连个酒瓶子都没找着。这时，一个小木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虽然上面标注着禁止入内的字样，但这些酒鬼却视而不见，直接就撬开门锁闯了进去。本以为这里会珍藏着大量酒品，不料映入眼帘的却是另一番景象，里面存放着各式占卜工具。看着这些从未见过的玩意，众人高兴不已。就在他们肆意玩弄这些占星工具时，小胖却在架子上找到了一个精致的木盒子，里面是一些画着诡异图案的塔罗牌。对塔罗牌略有研究的金发女看到后，当即就决定为众人占卜命运。其他人出于无聊，全都欣然答应。就在金发女打开盒子准备占卜时，一阵阴风却突然袭来。金发女深感不妙，便打算终止此游戏。然而强势的长发女却很是不愿，还以自己过生日为由要求对方继续仪式。无奈之下，金发女只好苦笑一声后答应。她先将12张塔罗牌围成一圈，然后再将最后一张塔罗牌摆在中间，接着就开始给天秤座的长发女占卜。而这张摆在中间的黑祭司就是长发女的近期命运。金发女表示，天秤座天生好奇心强，喜欢探索未知世界，近期会登上成功之梯。但颠倒的女祭司却是一个警告，可能要放慢脚步，不可操之过急，否则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。虽说这些话有些恐怖，但长发女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却不知悲剧很快就会从天而降。第二个占卜的是双鱼座的黑发女。金发女将塔罗牌打乱后重新排列，看着摆在中间的倒吊人，她便开始分析黑发女的运势。双鱼座天生善解人意，富有创造力，而中间的倒吊人表示黑发女近期会被某事缠住，切忌逃避胆怯，唯有克服恐惧才能消灾解难。接下来轮到的是处女座的黑妹，这次摆在中间的是魔术师。处女座思维敏捷，但控制欲极强，但最近会陷入两难，无法抉择。因为魔术师的魔术自带迷惑，所以必须看清楚哪条是正确的道路。接下来是金牛座的小胖，他天性憨厚，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，却容易固执己见，做出草率的决定。摆在他面前的这个形如小丑的愚者，则警告他遇到危险不能冲动，只要紧随信赖的朋友才能全身而退。接下来是摩羯座的小帅，他脚踏实地，但不守规矩，还极为敏感。摆在他眼前的塔罗牌是个提着灯的隐士，预示他近期会有意外之财和桃花运，但隐士的灯却会把他带入歧途。最后轮到的是狮子座的胡子男，因为刚和金发女分手，他显得很是尴尬。他慷慨忠诚，是天生的领导者，却相对任性傲慢。金发女看到他抽到的恶魔塔罗牌，脸色大变，因为恶魔象征着毁灭和牺牲，他将有可能失去一位至亲之人。胡子男听后一脸不屑，他觉得这就是金发女借占卜之举，在讽刺自己不珍惜眼前人。完事后还让金发女占卜一下他自己的运势。金发女抽到的是名为死神的塔罗牌，预示着她将会为爱情而亡。到此为止，所有人都已占卜完毕，大家都以为这就是一个闹着玩的游戏，并没有当回事，便都回到了各自房间休息，却不知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。午夜时分，塔罗牌木盒发出诡异红光，同时藏在里面的神秘力量也潜伏苏醒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二天，七人没事人似的踏上回家的旅程。途中，小帅收获了一个意外之喜，他买的刮刮乐中了700美元，而这正好和昨晚的占卜相吻合。沉浸其中的几人毫无察觉，却不知好事应验的同时，坏事也会挨个降临。而最先受到惩罚的就是强行开启占卜游戏的长发女。看着掉落下来的阁楼木梯，长发女并没有多想，将木梯复位后便回到了房间休息。然而没多久，外面却传来一声巨响，长发女赶紧收起手机出去查看。此时一个黑影就在她身后徘徊，等她打开手机照亮时，黑影却消失不见，只有那个再次掉落下来的阁楼梯子。她以为这是室友的恶作剧，便爬上梯子用手机四处查看，没想到那个黑影却再次一闪而过。下一秒，身后又传来沉重脚步声，可是转过身却依旧空空如也。长发女只感一阵后背发凉，就在她准备全身而退时，楼下的灯光却忽闪两下突然熄灭。再一看，原本昏暗的阁楼却变成了另一番景象，周围挂满了各种倒立十字架，同时那张女祭司塔罗牌也突然出现。看着这个熟悉的塔罗牌，长发女也想到了昨晚的占卜游戏，她颤抖着拿起纸牌查看。长发女向后看去，只见一双鬼手正在将梯子缓缓收起。这时手机在不远处响起，是黑妹打来的电话。她艰难地爬到手机前求救。
几位好友听说此事后很是难过，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起意外，谁也没把死亡和塔罗牌联系在一起。只有金发女对那些占卜念念不忘，她担心黑妹被诅咒便守在身边照看。没想到那股邪恶力量却悄悄将小帅变成了新目标。晚上，小帅送女友黑发女回家后，便独自一人向家的方向走去。可他总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，然而转头却并未发现任何异物。就这样，他战战兢兢地走到了地铁站，四周的灯光诡异的忽明忽暗。小帅察觉不妙，加速逃跑，不想戴着黑色兜帽的人影却堵住了去路。他提着油灯，控制着黑暗不断逼近，犹如一个巨口怪兽在疯狂追击。小帅慌不择路地四处乱跑，却正好打开了一扇禁止入内的大门。这里是地铁的停车场。就在他寻找活人时，却踩到了一张报纸。看着自己的照片和今天是死期的报纸，小帅想起了那天的占卜，他会被隐士的提灯所迷惑，走上死亡之路。环顾四周，满是各种恐怖涂鸦，小帅傻傻的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这时，一个鬼脸突然冒出，为了摆脱这种恐惧，他钻进了车厢藏身，却不知这里处处暗藏玄机。接连2个朋友死于非命，金发女也觉察出了不对劲，因为2人的死都与那晚的占卜相同，所以现在必须做点什么，不然更多悲剧就会降生在他们身上。于是他们找到了灵异专家白发老者帮忙。对方在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便说起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类似案例。1951年，墨西哥的6个年轻人因为在婚礼上占卜星座命运，仅在2天内就全都神秘死亡。之后是1969年加拿大的8名士兵同样因占卜命运而死。还有1988年的英国伦敦，5个年轻人周末露营时玩塔罗牌，最后只剩1位幸存者，而白发老者就是当年的唯一幸存者。他因为没有给自己占卜而躲过一劫，所以这些年他一直都在寻找那副塔罗牌，试图找到破解大法。然而那副牌却突然人间蒸发，再也没找着。但是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，他还是发现了那副塔罗牌背后的暗黑故事。相传1798年的匈牙利，一个伯爵为了预知即将出世的孩子的命运，便找来占星师用塔罗牌测算未来运势。不巧的是，算出的结果却是妻儿会在分娩那天双双丧命，这让伯爵很是气愤，便命令占星师改变妻儿的命运。占星师为了活命，只好一次又一次占卜，然而结果却无一例外，全都是不可更改的死局。无奈之下，占星师只好带着女儿连夜逃命。不久之后，伯爵的妻子就因难产一尸两命。伯爵认为这是占星师的黑巫术作怪，便下令杀害了他的女儿，以牙还牙。占星师痛失爱女，悲痛不已。为了复仇，他举行了一场黑暗仪式，并通过自杀将灵魂与塔罗牌融合，从而诅咒伯爵及其近亲。很快，那些人就全都离奇惨死。占星师大仇已报，同时也给那副塔罗牌下了一个死亡诅咒，凡是用它进行占卜的人都会被咒死。白发老者表示，现在想要活命就必须毁掉那些牌。于是几人就驾车向着那晚的乡村别墅驶去。没想到在经过一座大桥时，汽车却莫名出现故障，停在了路中央。只有车载收音机还在播放着双鱼座的运势，这对双鱼座的黑发女来说无疑就是死前预兆。看到玻璃窗上现出的吊死鬼简笔画，她直接就冲下车向外跑去。金发女担心出事，急忙去追赶。等其他人想要下车时，却看到了小胡子担心怪物会伤害前女友金发女，便打开车门追了出去。此时黑发女正在加速奔跑，不想却被突然出现的绳子套住脑袋。只见怪物轻轻一用力，就将其拉进黑暗中。金发女无力的在下面痛哭。等其他人跑来询问缘由时，黑发女的尸体却突然从天而降。几人见状吓得拔腿逃跑。经此一事，小胖也不想再去寻找塔罗牌。他觉得钻进被窝才是唯一的保命措施，于是头也不回地向着宿舍走去。然而刚回到宿舍大楼前，一阵诡异笑声就从身后传来。小胖害怕不已，加快脚步前行，却从不远处看到一个诡异小丑。他赶忙进入大楼内，可宿管临时有事已经离开。由于1楼大门无法打开，小胖便钻进了电梯保命。随着电梯缓缓上行，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电梯门刚打开，那个小丑就出现在对面。小胖意识到危险，便给胡子男打电话求助，结果却因信号不好而无法接通。好在这个夺命小丑并没有急于谋财害命，而是和小胖在电梯里玩起了惊魂躲猫猫。另一边，3人已来到了别墅前。小胡子收到小胖的语音提示后，便打电话回访，却始终无人接听。3人认为小胖肯定已遭遇不测，为了各自的安全，
他们果断将那副塔罗牌扔进火堆烧毁。没想到那些牌却好像炼丹炉里的孙大圣一样完好无损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得再次找白发老人帮忙。很快，对方就来到了这里。老人说，占星师的灵魂已和塔罗牌合二为一，想要销毁塔罗牌，就必须将灵魂分离出来。说完，他就开始了通灵仪式。然而话没说两句，老人就觉察出了什么。他慢慢转头，发现那个老占星师就坐在身后的椅子上。等老人再转回来时，身体已无法正常动弹。原来是占星师在控制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要用塔罗牌给老人占卜星座运势。看到散落在面前的纸牌，老人也知道了自己的死法，他将被万箭穿心而死。下一秒，三人见状立马慌忙逃跑，结果刚经过一个转角，一个重物就突然从天而降，而他正是全身插满利剑的白发老者。慌乱之下，三人只得原路返回，没想到黑妹却阴差阳错之下跑进了另一个岔口。在这里，他听到了金发女的求救声，于是便循声向着地下室走去。下一秒，身后的大门就突然自行关闭，黑妹气愤地疯狂捶打发泄。就在这时，金发女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她只好试探着向下走去。可找了半天也不见声源在哪里。就在这孤立无援的时刻，头顶的灯突然炸裂，黑妹的内心也彻底破防，闭着眼一路瞎摸索。等她再睁开眼时，已来到了舞台之上。此时魔术师正在表演接下来的魔术，只见他轻轻一挥手，一副脚铐就将黑妹牢牢锁住。看着台下那些笑里藏刀的观众，黑妹知道自己就要应验占卜的死亡，便拼了命地向后台爬去。看到魔术师的道具大木箱后，黑妹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。透过上面的小洞，她知道已经被拉动，而这就是魔术师给她设好的圈套。黑妹又被重新拉到了舞台上，魔术师拿过锯子，另一边，金发女和前男友也察觉到了黑妹的失踪。等两人想去寻找黑妹时，怪物却不远不近的从身后现身，两人只好躲进房间，用书柜抵住大门。金发女突然灵光一现，既然塔罗牌能咒死占卜者，那同样也能咒死占星师，所以现在只需要给占星师算一卦即可。然而话还没说完，前男友就被怪物拖出了房间。金发女只好推开衣柜寻找其他出路。看到那个代表着死亡的骷髅出现，她害怕的四处躲闪，但每次都被骷髅拿捏的毫无还手之力。就在这时，前男友及时出现，他将骷髅打倒在地后，便让金发女赶紧去给占星师占卜，自己则在这里与骷髅死磕到底。没想到金发女刚离开，原本的骷髅就变成了小胡子的占卜死神，死神将小胡子拉进了地狱烈火之中。此时金发女正在为占星师占卜，占星师对此愤恨不已，径直来到金发女身边，狠狠掐住她的脖子泄愤。金发女却宁死不屈，强忍痛楚说出了占星师的死亡命运。而这个诅咒他人的塔罗牌也成了占星师的终章。灵魂消散后，塔罗牌成功被烧毁，而这段诅咒也就此完全终结。金发女和前男友成功获救。这时一辆车却突然停在了他们前面，原来是被困电梯里的小胖，他并没有被小丑带走，因为室友及时打开电梯破坏了幻境，小胖才保住了他的性命。这个电影告诉我们，命运虽然是上天的提前安排，但却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，只有勇于与死神奋战，定会成为不朽的战神。